今天上午，我妈让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咫尺之间把一个老太太看成了许流星。所以对手能做到这样，不是没有可能。另外，别忘了，巴比哪吒诈尸的时候，卢永华也在现场，所以这场表演定是偷梁换柱。可是我们调查过，巴比哪吒遇害的时候，卢永华正在另外一个剧场演出，所以说，卢永华有不在场的证据。他当然不可能去现场亲自杀人，目标太大。这些魔术师互相之间是非常提防的，生怕对方砸了自己的场子。如果卢永华去了巴比哪吒的场子，第一时间就会被认出来，他是不会冒这个险的。他一定是幕后的策划者，一个不懂魔术的人策划不出这么完美的杀人计划。用魔术杀人，需要懂得非常专业的知识。我同意你的判断。那么现在最要紧的是拖住卢永华，不让他出境，好让我有时间仔细侦查。这件事情比较简单，我会处理。哦，对了，还有个事儿要正式通知你一下，关于那300美金，组织上决定帮你解决，从今往后啊，不用再担心了。这事儿按我的推理，孙大虎同志是不会同意的。那这事儿是怎么办成的？叶律邪，原来你是这么看待孙大虎的，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实话告诉你吧，孙大虎他同意了。他之所以会同意，并不是因为他赞同你的行为，而是出于对战友的情谊。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你的出发点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也并不是真的想侵吞这笔钱，所以我们决定，哪怕是违反纪律，我们也要替你分担这个困难。孙大虎同志原本持反对意见，可是他不希望当领导下来调查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没跟我们大家去替你背这个黑锅。所以最终，孙大虎同志他选择了同意。孙大虎同志他是个战斗英雄，他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他对你们这些被接收过来的国民党的旧部有根深蒂固的看法。可是当他面对纪律和情义的时候，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对战友的情谊。叶律奇啊，我相信，当你也经过这么残酷的战斗的时候，你绝对没有他做得好。我就这样，有些陋习怕是这一生都改不掉。对不起，程先生啊，我是打扰一下您啊，我拿一下东西。打扰了啊。
啊。常仙保佑，我儿子他老想跟我斗这小麒麟，他哪是我的对手啊？你说是不是啊？常仙保佑，你得好好治治他，让他跟我这儿老实点儿。放这儿了啊。组长，我已经托人打听过了，我的手续已经批下来了，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肯给我？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很大，可是我那人很着急。他认识不少新闻界的人士，几次说要披露这件事情，但都被我阻拦下来了。我不想大家搞得很难堪。没错，手续是批下来了。可是你卢大师怎么忘了，你夫人控告耶律齐同志勒索$3000的事儿，我们还在调查之中。你私藏外币也是违法行为，先刑事后民事，这是全世界通用的原则。我想你卢大师见多识广，不会不知道吧？不要着急嘛，香港就在那里，又跑不了。等我们调查清楚，自然会对你放心的。3、2、阿路，来，谢谢医生。不客气。穆医生，检查时间到了，外面还有病人吗？还有最后一个了。那让他进来吧。好。大夫，哎，你好，坐。哪儿不舒服？我头之前受过伤，这2天阴天，一直头疼。哦，看一下伤口吧。行，伤口没有什么异常啊。这样，我先给你开个单子，
今天其他科室都已经下班了，叫什么名字？刘天芳。然后呢，你明天拿着这个单子再到医院来一趟，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好吧？找我有事儿啊？有个请求，现在几个案子交织在一起，能不能和孙大虎说一声，把他手上的线索和我分享分享？理由呢？理由当然是为了工作呀。好，我跟孙组长商量商量。麻烦你了啊。护士同志，我问你一下，你们医院这个穆大夫，平常是不是喜欢穿男人的衣服？穆医生是刚来的，我也不大了解。哦，那他身上这股味道好像有点特别啊。啊，那是来缩水的味道。医院的人呐，身上都有。不过穆医生好像有洁癖，所以他消毒的次数格外的多，味道就会有些重了。还有啊。哎呀，同志，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啊，不好意思。绝对不行，处长，你是个老地下党，应该比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更明白，政保组是要害部门，叶绿旗只是我们外界的一个刑侦专家，而且他还在考察期，在考察期内又犯了那么多严重的错误，我们怎么能把线索公开给这样一个人呢？这个我知道，但是特事特办也不行吗？处长，如果你坚持，我会把这件事情上报给军管会，让他们做出最后的决定。你坚持你的原则，这是对的。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穆医生下班了。哎，再见啊。好。穆医生，你要当心啊！刚才那个患者好像是喜欢上你了。怎么会？他拦着我问了半天关于你的事情。他问我你是不是戒指一直戴手上，问我你平常是不是爱穿男人衣裳，还问我你是不是爱看戏法儿。哦，对了，他刚走，你要不等一等，免得他一会儿纠缠你。他往哪边走了？他往那边走了。啊，谢谢啊。啊，哎，李师傅，你干嘛去啊？我去趟军管会。谢谢。哎，好嘞，走好啊。哎。嗨，这么巧？穆大夫，一起走吧，我捎你一段。你先走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处长，孙大虎连您的面子都敢不给啊？这是组织纪律问题，不是谁的面子就能改变的。报告，进来。处长，您看见我正找你呢。处长，有个案子需要他跟我去协助一下。行，走吧。哎，耶律，你看他的伤口怎么跟巴比哪吒那个那么像啊？一点都不像。巴比哪吒的伤口一看是钢丝勒出来的，这个一看就是刀划的，而且是很薄的刀片。啊？行，你是专家，你说不是那就不是。那这个案子既然和巴比哪吒的案子没有关系，就不用交给政保组，我来接这个案子。小雪，交给你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吃饭。啊？真的，赶紧打扮一下，我带你去个高档场所。哎，可我也没什么衣服啊。等我一下。耶律警官，马扶摇一直没消息呢。我不是来问他的。啊？你有没有几身像样的旗袍？最好是没穿过的。有啊。能不能拿2身借我用呢？我这一个罪人，命都是政府借给我的，什么借不借的，您尽管拿去用啊。等会儿，口袋里翻一翻，别落下钱什么的。哎，我现在就去拿。这个给您，这个没落下。哎呀，这不好吧？办案经费嘛。和衣服一起还你。您慢点啊。来的时候2手空空，走的时候拿了一包东西。你去问问张太太，耶律齐从他那儿拿走了什么？是。西班牙餐厅，这是盐城唯一一家西班牙俱乐部。从现在开始，你有口福了。每周3次来这里用餐交际，你的任务就是尽快和老板混熟，查清楚平时都有哪些可疑的人物来这里用餐。那这儿应该挺贵的吧？何止贵，这里是会员制，等闲人就算有钱，这里也不接待。那人家凭什么接待我呀？我有面子呀。解放前的时候，我帮西班牙领事馆驻盐城领事追回了他被盗的赃物，作为回报，他给我写了一封入会的介绍信。那钱呢？我请客。注意安全。哦。去吧。
组长问了，他说耶律齐过来向他借走2件旗袍。光拿女人的衣服干什么？没拿别的东西？是，别的他吞吞吐吐没肯说。哎，你好，小姐。啊，你好。我们这里是会员制，不接待外人。啊，是罗德里格斯先生介绍我来的。好的，这边请。啊，谢谢。请。您稍等。谢谢。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你们这饭是不是有点夹生啊？是。那能不能帮我叫厨师重新加工一下？好，我这就给您端到后厨。啊，谢谢啊。你稍等。好。黄金5公斤，接收人盐城人民银行。请放心，注意别弄顺风。到了盐城，军管会治安处的同志会给你开门的。好的，把它封上。
Está perfecta. Desde tiempos de mi bisabuelo, la paella de marisco la hacemos así. Usted me pide que la haga otra vez. Es una gran ofensa. Si usted fuera un hombre, la retaría un duelo. 他说，从他的祖父的祖父开始，西班牙海鲜饭就是这么个做法。您现在让他重新加工的话，就等于是对他莫大的侮辱。如果您是男士，他会要求与您决斗。啊？那我道歉。老斯让的。小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我建议你出门向右，第3个餐馆似乎更适合你。在酒吧没吃饱啊？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就别提了。我在那酒吧，他们给我做那个海鲜饭是夹生的，我让他们重新加工一下，然后就出来个厨师，鸡翅白脸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差点把我给吃了。在西餐里，有些食物是不需要烧熟才能吃的。说说，你跟他们混熟了吗？除了被那个厨师说了一顿，根本就没人理我。不应该呀，他们不知道你是西班牙领事介绍过去的。知道，还有那个服务员，脾气特别的坏，阴阳怪气的。他还建议我去另外一家馆，你知道什么馆子吗？门口那个周鹏。我知道了，这帮势利眼一定是知道西班牙领事已经逃离盐城，所以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哎，那我明天是不是就不用再去受那份洋罪了？当然不行，西班牙领事靠不住，你就得靠你自己。小雪，你必须要靠你自己的能力去征服这帮势利眼。那就算是我咬着牙把那一大盘夹生的饭都给吃了，估计也没有人理我的。征服这帮人，等我一会儿。啊？大概就这样，来学吧。我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去跟一个厨师和服务员交朋友啊？你看不起他们？不是我看不起他们，是他们看不起我。你听说过西班牙绞杀索吗？其实就是一根钢丝，平时可以藏在袖口和身上的腰带里。你的意思是说，
杀死巴比哪吒的这个凶器是一根钢丝。对，这种武器非常难驾驭。它虽然锋利隐蔽，但是使用不当会伤到自己。我认为能够驾驭这种武器的人一定有西班牙背景，而在盐城，有西班牙背景的人多数都会去这间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很多人都认识我，所以我不方便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嗯。来学动作吧。西班牙舞最重要的是甩裙，就是我刚才做的这个动作。甩裙。嗯。来。旅客已经控制好了，你们现在可以运送重要物资了。好。到站了，出来！封锁火车站，任何人不得出入！快快快快！出发！5公斤的黄金就是从这个箱子里不翼而飞的。这节押运的车厢是由客车车厢改造而成的，所有的窗户都已经焊死了。通往这节车厢有2个进口，那边那扇门也已经封死了，就只剩下咱们刚才进来那扇门可以进出。这扇门谁打开的？是负责接收黄金的同志打开的。打开的时候发现什么异样了吗？没有任何异常，门锁完好无损，铅封都还在。这个窗户上怎么没玻璃？因为整节车厢都是密封的，这是通风口，非常的结实，连只猫都钻不过来。这也太奇怪了。是，我也觉得奇怪。门紧锁，铅封没有异常，人倒在这里，死因是咽喉中刀。之所以叫你来呢，是因为虽然我现在不清楚这个案子跟巴比哪吒和小丸子的案子有什么联系，可我总觉得这也像是马扶摇的手笔。马扶摇？嗯。这列火车在行进当中有没有停下来过？没有，直达快车。那有没有人从车上跳下去？也没有。那就是说，凶手还在火车上。极有可能。马上封闭列车，对每一位旅客进行甄别。马扶摇是吧？我就不信他能跑得出去。咱们这一趟一共是8个警卫战士，主要是在车厢内巡逻，保证列车的安全。我喝多了，一上车我就睡了。我中途上了个厕所，我身旁的乘客都能替我作证的。不过我很快就回来了。哦，当时厕所前面可有不少人呢，他们可都看着了呢。咱们押车的战士能不能进入银行的那节车厢？这也不行，咱没钥匙呀。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到11点之间。晚上9点到11点是谁值班？来，第2小组出列。能不能再精确点？他们4个都有谁进入过银行那些车厢的连接处？他们分成2个小组，
流动巡逻应该都去过。押运员被杀，5公斤黄金失踪，这个案子和小丸子、巴比哪吒被杀案有相似之处，都是在密闭空间做的案。还有其他的线索吗？有4名警卫战士在案发前后接近过这个车厢，可是他们说都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以为押运员在车厢里睡着了，所以都没有留意。至于有没有其他的旅客接近过这个车厢，我们正在调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火车没有停过，所以中途没有人下车，凶手肯定还在车上。对这一点，我倒并不乐观呢。既然凶手可以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杀人越货，那他一定给自己安排了一条后路。我们组的所有人员正在对旅客进行挨个的甄别。火车上一共有1089名旅客，挨个甄别大概需要2天的时间，这还不排除万一发现新线索重新甄别的可能性。所以这些旅客暂时都不能离开，这一点还需要处理批准。2天的时间。好，我批准。啊，对了，耶律有没有去过现场？他？没叫他。小孙啊，你记得，以后遇到这种疑案，一定要把耶律齐叫上，他比我们有经验。小丸子案和巴比哪吒案虽然已经被悬起来了，但是我相信，耶律齐的推论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接近案情真相的。你说呢？啊，那我去找他。我跟你一块去。走。下一位旅客，请进来。姓名：白驹。最后这个动作非常关键，这是一个亮相，你整个人得提起来，对手提起来，头不要扬，哎，肩膀放松。呀，接着下。老师，孙组长，那个我们在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有错吗？还有，下次你们进来的时候记得敲门。利用业余时间，跟群众搞好关系，打成一片，挺好的，啊。火车站有案子，跟我去现场。有案子，太好了。哎，我也去。你不能去，你接着练，我不能跟你打成一片。你可以问问处长，也许处长也懂西班牙舞呢。但记住，西班牙舞最重要就是2个字：奔放。奔可以，放不行。小许，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共产党员，要注意在群众中的影响。想要跳好西班牙舞，就要把一切人都不放在眼里，不要在意别人说你什么。加油！走吧，别人。那个，跟群众搞好关系，挺好的，啊。但是呢，不要在办公室，影响不好。月光下的城，北风中是谁的白雪皑皑，凌乱的脚印，东江的行李
不必打开，免得逃避难为情。船死都不愿改，改不掉总是对我很慷慨，交给我的心，习惯了偏执的距离，一再小心也逃不过易碎的命。在哪里等着你来，来把这心打开，别说你不怕被害。在哪里等着你回来，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总是对你很慷慨，交给你的心，天真的跑进风里，不再小心，一路上逆风而行。在哪里等着你来，来把这心打开，别说你不愿被爱。在哪里等着你回来，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在哪里等着你来，来把这心打开，别说你不愿被爱。在哪里等着你回来，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或是不该，那么一定是精彩，精彩的不该。